95休脾，大人吉，其亡，喜於包喪。為什麼真正的高手越接近成功卻越不敢放鬆呢？到了95，天地痞已經進入整個六爻最關鍵的位置。前面的初六、62、63講的都是痞是怎麼形成的，到了94開始出現轉機，而95則是真正開始停止痞運。所以95的爻辭非常重要，休脾，大人吉，其亡，喜於包喪。如果把它翻譯成今天的話，可以理解為閉塞的局面開始停止，有德有能力能夠居中持正的人可以把这個局面扭轉過來。但是即使已經開始好轉，也千萬不要認為沒事了，恰恰相反，這個時候更要提醒自己，危險還沒有徹底消失。就像一個長期生病的人，剛剛退燒的時候不能馬上跑出去吹風；一個長期虧損的企業剛剛扭虧的時候不能馬上瘋狂的擴張；一個長期失和的家庭剛剛恢復溝通的時候也不能馬上認為所有問題都解決了。這就是95最重要的智慧。痞已經停止，但還沒有徹底消失。休脾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這裡的休有兩個層面的意思，一個是美好吉祥，另一個是停止休止。所以休脾不是簡單說痞卦結束了，而是讓正在不斷惡化的閉塞狀態停下來，這是非常大的區別。因為94只是開始出現轉機，95則進一步把這個轉機穩住。所以從卦象來說，95是整個乾卦的中正之位。95本來就是最尊貴最核心的位置，在這個位置上的陽爻又居中得正，所以它具有力量、位置、原則、責任四者結合起來，才有能力真正停止痞運。為什麼95不是普通人之吉？爻辭裡面說大人吉，為什麼一定是大人？因為到了95已經不是單純的個人問題，94可以處理自己的事情，95處理的是一個組織、一個家庭、一個事業，甚至一個時代的秩序。所以這裡的大人不是簡單指有錢的人，也不是地位很高的人，而是德位相配的人，有位置、有能力，更重要的是有擔當。比如一個公司的老闆，公司已經混亂很久，現在他終於有機會重新整頓。如果這個老闆只是想，哎呀，終於輪到我賺錢了，那麼這個95就很危險，因為他雖然有95的位置，卻沒有95的德。真正的95應該想，公司為什麼會走到今天？過去的問題在哪裡呢？制度哪裡出現了問題？怎樣讓所有人重新建立信任？這才是大人之吉。其亡，喜於包喪。為什麼越順的時候越要怕？這一句是整個95最有味道的地方。其亡，喜於包喪。什麼意思呢？就是時刻想着危險可能到來，時刻提醒自己不能鬆懈，就像把自己的根系牢牢繫在一片茂盛的桑樹上一樣。為什麼偏偏用桑樹呢？因為桑樹的根系比較發達。包喪給人的象徵就是根深根固，根系牢固。所以95真正講的不是你已經成功了，而是你現在有機会，但必須把根扎穩。這其實是易經非常高明的一層智慧。普通人成功以後會想，哎呀，我終於翻身了。高手成功以後會想，我為什麼會翻身？普通人看的是結果，高手看的是根。所以95的邏輯是，以前痞運的時候你要避，現在轉好的時候你要守。前面初六說拔毛如，是把自己從危險環境中拔出來，到了95喜於包喪，則是扎根。一個是退，一個是守，這兩個動作完全不同。95占事業，真正的翻盤期。如果占事業得到95，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項，尤其是管理者、創業者、創業負責人、團隊核心，或者是正在等待事業轉機的人。
因為95代表你終於開始擁有解決問題的條件。過去你可能沒有權利，沒有資源，沒有話語權，所以即使知道問題在哪裡，也沒有辦法解決。現在不同，你開始擁有資源、位置、能力、機會，所以可以主動整頓。但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限制，不要大喜過望。95最忌剛剛翻身就開始瘋狂的擴張，剛剛賺到錢就開始加槓桿，剛剛得到職位就開始樹敵，剛剛擁有權力就開始享受權力。這些行為都會讓95重新掉回否卦，所以占事業大有可為，但是易穩不易交。95占創業可以做，但必須先穩根基。如果你問現在適不適合創業，95比前3爻好很多，但是不能簡單理解成95就是發財。真正的意思是現在具備重新建立事業秩序的條件，所以創業可以考慮，但是首先要檢查現金流、團隊、產品、客戶、合同、制度、風險，尤其是現金流。為什麼？因為西域包桑講的就是根基。創業最怕什麼？表面的營業額很大，實際上沒有利潤，沒有現金，沒有穩定客戶，沒有真正的根。這種企業看起來很強，其實風一吹就倒。所以95問創業，先扎根再擴張。95占財運，能止損但不可貪。如果占財運，95代表長期的耗損開始停止，例如之前一直虧錢，現在終於止跌回款，收入恢復，資金開始流動，這是非常明顯的好轉信號。但是注意，95不是讓你把所有錢再壓進去，而是先穩住現有成果。比如一個人投資失敗，之前虧了很多錢，現在市場開始回升，他看到，哎呀，終於回本了，然後馬上我要把之前虧的全部賺回來，於是重新加大投入。這就是沒有理解齊王。95真正的智慧是賺錢的時候要記得自己曾經為什麼虧錢。95占婚姻，家庭開始重新恢復秩序。如果占婚姻，95是比較好的轉機，特別適合長期冷戰、長期隔閡、家庭關係緊張、夫妻關係長期無法溝通。95代表家庭裡面終於有人開始承擔責任了，開始主動調和，開始重新建立家庭規則。比如過去吵架從來不解決，現在開始坐下來談；過去父母、夫妻、孩子互相干涉，現在開始重新建立邊界；過去什麼事情都靠情緒，現在開始講道理。這就是修脾。但是95提醒，家庭剛剛恢復的時候，不要舊賬重提，不要你以前怎麼對我，當年你怎麼傷害我的。如果一直翻舊賬，剛剛恢復的關係又會重新進入脾。所以95的婚姻關鍵詞重建，而不是清算。95占合作，建立長期制度。如果問這個合作能不能繼續，95可以繼續，但是前提是重新制定規則。以前如果賬目不清、責任不明、利益分配不合理，那麼重新合作之前一定要把這些問題解決。95不是我相信你，而是我相信你，但我們還是把規則寫清楚，這才是真正成熟的合作。95占是非官非，有機會掌握主動。如果問官司、糾紛、合同、債務，95代表局面開始出現可以控制的機會，尤其如果你本人擁有證據、規則、依據、合法程序，那麼事情有望逐漸的穩定。但是不要因為局面對自己有利就開始主動攻擊對方，因為95最重要的不是打敗別人，而是恢復秩序。所以如果占訴訟可以爭取，但應當依法處理，保留證據，遵循程序，避免情緒化擴大矛盾。
九五占健康，從傳統象意來說，九五屬於由病入穩，也就是說長期失衡得到控制，但還沒有完全恢復，所以最適合休養、規律、節制、穩定。這一爻特別忌剛剛好一點就開始過度的消耗，比如熬夜幾天暴飲暴食，情緒劇烈波動，過度工作，這種行為就像剛剛把脾陰壓下來，又主動把它重新召回來。所以健康象意最重要，恢復以後要珍惜。九五風水為什麼中心特別重要？九五居中，所以這一爻做風水象意的時候，中心位置非常重要。住宅或者辦公室的中心位置應該保持開闊潔淨，以象徵九五的中正之位，同時強調根基穩固，減少浮誇奢華，以及讓陰陽位置形成協調。所以如果從九五的象意來調整環境，可以抓住3個字：中穩健。第一，中。住宅中央不要堆雜物、堆廢品，放過于沉重的東西，讓中心保持乾淨、開闊、有秩序。第二，穩。九五講細於包桑，所以風水象意上強調根穩定、長期，可以用根系發達的木本植物作為根基穩固的象徵。但這裡還要強調，這是一種傳統風水文化中的象徵性的布局，不是說某一種植物本身能夠直接決定人的財富或者命運。真正重要的是穩住生活。第三，減。九五最怕什麼呢？浮誇。剛剛轉運就開始炫耀鋪張，過度消費，過度擴張，所以環境上也要少一點浮華，多一點穩定。為什麼九五最強調憂患意識？因為否卦到了九五已經開始轉好，但是下面的陰氣並沒有徹底的消失，所以危險依然存在。這就是為什麼九五說其亡其亡，這不是讓你天天害怕，而是不要失去判斷危險的能力。真正的危機意識不是悲觀，而是一種清醒。一個人真正成熟的表現是什麼呢？不是我什麼都不怕，而是我知道事情隨時可能變化，所以我提前做好準備。一個企業真正穩定的表現是什麼？不是我們現在賺錢很多，而是即使市場發生變化，我們也能活下來。一個家庭真正穩定的表現是什麼？不是我們永遠不會吵架，而是即使發生矛盾，我們也知道怎麼去解決。這就是包桑根深，所以風吹不倒。九五與九四有什麼區別呢？這是斷卦的時候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九四有命，是規則重新建立，轉機剛出現。九五休脾，是規則已經能夠真正發揮作用，所以九四開始轉，九五穩住轉機。如果你占卦問事情什麼時候開始好，九四往往代表已經開始出現變化。如果問什麼時候真正穩定下來，九五的力量就更明顯，九五的真正人生智慧。九五其實告訴我們一個非常殘酷的人生規律，人最容易失敗的不一定是最低谷，有時候反而是剛剛成功的時候。為什麼？因為人在低谷的時候很謹慎，但是一旦開始順了，膽子變大，慾望變大，自信變成自負，謹慎變成放縱，最後重新回到脾。所以真正厲害的人，順的時候像逆境一樣謹慎，逆的時候像順境一樣有希望，這才是真正的居安思危。九五一句話總結：九五休脾，大人吉。意思不是恭喜你已經徹底成功，而是你終於擁有改變局面的能力。但千萬不要忘記你曾經為什麼陷入困境。所以有機會要抓住，有權利要克制，有財富要守根，有轉機要穩住，有成功更要清醒。這就是九五。而到了這裡，否卦只剩下最後一爻上九，這是整個否卦的終點。如果說九四是黎明，九五是太陽開始升起，那麼上九就是黑暗徹底傾覆。上九的爻辭只有一句話，卻是整個否卦最讓人振奮的一句話：
清脾，先脾後起，什麼意思呢？就是閉塞到了盡頭，終於徹底傾覆。前面經歷了長期的艱難，後面終於迎來了喜悅和通達。但是這裡還有一個更深的秘密，為什麼否卦之後不是簡單回到太卦，而是走向同人？為什麼一個人的力量還不夠？為什麼真正的否極泰來需要一群守正的人共同完成？上九，清脾，先脾後起，否極泰來。真正的轉運為什麼一定離不開同道之人？終於來到否卦的最後一爻。如果說初六是你第一次發現人生出了問題，六二是你發現環境越來越複雜，六三是你已經陷入困局，九四是你終於看見轉機，九五是你開始有能力停止混亂。那麼到了上九，脾運走到了盡頭，上九的爻辭只有6個字：清脾，先脾後喜。這句話非常有力量，它不是說脾慢慢变好，而是說脾到了最後必然傾覆。也就是說，再嚴重的闭塞也不可能永遠持續，再黑暗的時代也不可能永遠黑暗，再艱難的人生也不可能永遠停留在低谷。這就是易經所講的物極必反。否卦走到中爻，闭塞之氣已經到了極點，天地不交的狀態無法永久維持，最終必然發生反轉。什麼叫清脾？清就是傾覆，就像一個已經裝滿水的容器，繼續往裡面加水，最後一定會溢出來。一個長期失衡的系統繼續失衡，最後一定會崩潰。一個錯誤的結構繼續錯誤下去，最終也一定會被改變。這就是清脾。所以我們讀否卦不能只看到天地不交，更要看到天地不交是暫時的。為什麼？因為天地本身就在運動，陰陽本身就在變化，沒有一種力量可以永遠佔據絕對的優勢。所以象傳說脾中則清，何可長也？意思就是脾運到了最後必然傾覆，這種閉塞怎麼可能長久呢？這句話其實是給所有低谷中的人的。如果你現在正處於人生的低谷，事業失敗，生意虧損，家庭出現問題，感情破裂，被人排擠，長期沒有機會，那麼你一定要記住，你現在經歷的只是一個階段，不是你的一生。很多人在低谷的時候最容易犯一個錯誤，把現在當成永遠。今天失敗了就認為我以後都會失敗，今天沒人認可就會認為哎呀，我這輩子都不會被認可，今天沒有錢就認為我永遠都賺不到錢。這就是把脾當成了命，而易經告訴我們脾只是時，不是永恆。為什麼上九叫先脾後喜呢？這4個字特別適合用來理解人生。先脾經歷了困難、阻塞、失敗、壓抑、等待、忍耐，然後後喜，迎來機會，恢復通達，關係修復，事業重新展開。所以真正的喜不是憑空出現的，它是從長期的脾裡面生出來的。就像一個人經過多年失敗以後，終於知道自己真正適合做什麼。你回頭看過去那些失敗，你會發現原來那些失敗不是完全沒有意義，他們逼着你改變認知，重新選擇，重新認識自己，重新建立能力。所以脾並不只是惩罰，有時候脾是在幫你清理錯誤的道路。上九占事業，長期阻滯終於結束。如果占事業得到上九，這是非常明顯的由脾轉通之象。特別是一個人已經多年不得志，長期受到排擠，項目一直失敗，行業環境持續低迷，那麼上九意味着原來的阻力正在走向盡頭，多年阻滯、打壓和小人排擠逐漸結束，環境發生改變，個人才幹重新得到施展，前期的隱忍和積累開始獲得回報。所以如果問我的事業還有沒有機會，上九的答案是有，而且不是單純的小機會，而是舊局正在結束，新局正在形成。但這裡還有一個關鍵，要穩步拓展，把握機會。為什麼不是瘋狂擴張？因為你剛剛從脾中來，舊問題雖然結束，新的局面還需要建立，所以可以進
但不要貪，可以擴，但要穩。上九占財運，先把舊賬解決，再談新的財富。如果占財運，上九通常對應長期資金受阻開始結束，比如以前投資虧損，資金被套，客戶拖款，現金流困難，生意一直不賺錢，這些情況開始改善，長期虧損，回款困難逐漸結束，資金流動恢復，過去的損耗開始得到彌補。但是這裡最容易犯一個錯誤，剛剛回本就想着翻倍，這是很多人為什麼明明已經走出低谷，最後又掉回去，因為他沒有理解先否後喜。不是否結束了我可以隨便做，而是否結束了我更應該珍惜新的秩序。所以財運上，第一，先解決債務；第二，恢復現金流；第三，建立穩定的收入；第四，再考慮擴張。這才是真正的否極泰來。上九占婚姻，長期冷淡終於可以連接。如果占婚姻，上九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解凍之象。過去冷戰、隔閡、異地、長期不溝通，彼此失望。到了上九，這些長期積累的問題開始鬆動，比如長期冷戰、隔閡、矛盾逐漸消散，雙方重新建立聯繫，適合進一步溝通、復合或者推進婚姻關係。但要特別注意，上九雖然是先否後喜，並不是說過去的問題自動消失，真正的修復仍然需要人主動去做。所以如果感情到了上九，不要等，可以溝通，可以解釋，可以道歉，可以把過去沒有說清楚的話說出來。因為否卦最大的病就是不交，而轉態的第一步就是重新交流。上九占合作，舊關係結束，新關係形成。如果占合作，上九有時候不是原來的合作繼續，而是原來的錯誤合作模式結束。有些人可能離開，有些合作可能終止，有些舊項目可能關閉，但是不要因此認為是壞事，因為舊的否局不結束，新的通達就無法建立。所以有時候一個合作結束，一個客戶離開，一個團隊解散，表面看是損失，從上九來看也可能是清除舊局。上九占健康與家宅，傳統象意上，上九代表長期壓抑狀態開始緩解，家宅中的冷漠爭執、沉悶隔閡逐漸減少，家庭成員重新建立交流。這也要對應到家宅氣場的改變，以及長期淤堵，身心狀態逐漸舒緩。但如果涉及現實身體疾病，仍然應該以正規醫療判斷為準。易卦在這裡更適合幫助我們去理解從閉塞到疏通的象。上九風水徹底把否氣清出去，到了上九，風水調整就不再只是稍微動一動，而是全面更新環境。因為否運已經走到了最後，所以清理多年堆積的雜物，改善全屋空氣流通，增加採光，設置流通水系，讓天地陰陽重新交感，並通過東南巽位、正北坤位的綠植來象徵疏導殘留組織。這裡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3個層次。第一層是清舊，把多年不用的東西清理掉，尤其是壞掉的、廢棄的、長期不用的，讓人看到就產生壓抑感的。第二層通氣，打開門、窗、空間、動線，讓空氣重新流動。第三層換局，當舊環境已經徹底整理之後，再重新布局，而不是舊東西全部不動，然後不停增加所謂的吉祥物。這一點其實很重要。真正的風水調整，首先是改變環境的阻塞狀態，而不是不停地往房間裡增加東西。為什麼上九反而強調同道中人呢？這是整個否卦最後最重要的一個秘密。你如果只看到清否、先否後喜，會認為否運結束了，大家自然會變好。但是宣聖講義的最後延伸非常重要，天時到了，還需要人事來完成。因為否卦是什麼呀？
天地不交，人心也離散，大家各自为政。所以即使到了上九，如果君子仍然害怕退縮，互相猜疑，不願合作，那麼否運依然可以拖延。所以这裡要特別強調，只有君子順應天時，同心協力，才能真正推翻否塞，迎來通達。這句話非常關鍵。為什麼否之後是同人？易經64卦的排列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系統。否卦之後同人，什麼叫同人？就是人與人重新鏈接。你看否卦的問題，天地不交，人心離散，上下不通。而同人的精神是什麼呢？同道、同心、同德。所以從易經上看，否真正的結束不只是環境變好了，而是人與人重新建立連接。這就是為什麼一個人再厲害也很難單獨完成真正的大事業。95可以是修否，但是要徹底穩住新的局面，必須同人。所以這裡已經從個人修身走向了人與人的關係，從我怎麼度過低谷走向我們如何一起重新建立秩序。這是整個否卦最後的一層智慧，從否到同人，再到大有。如果把這條線串起來，你會發現非常有意思。否，天地不交，人與人失去聯繫；同人，重新連接，志同道合，共同站立秩序。大有，資源聚集，事業興盛，萬物亨通。所以真正的財富邏輯其實也是先解決閉塞，再建立連接，最後資源匯聚。這比簡單理解占到吉卦就發財要深得多。上九最重要的占卜判斷，所以如果我們把上九时機占斷濃縮起來，事業也就是舊的組織結束，新的機會出現，適合穩步拓展。財運，那麼長期損耗逐步停止，資金開始恢復流通，可合理規劃新的投入。對於感情來說，長期的隔閡有望消散，適合重新溝通修復關係。對於合作來說，舊局結束，新局形成，適合尋找志同道合之人。那麼關於是非呢？長期的糾紛有望進入結束階段，但仍需以規則去處理。對於家宅來說，閉塞壓抑之氣逐漸消散，家庭關係重新恢復交流。對於風水來說，清舊通氣採光，更新布局，形成新的流通格局。六爻走完以後，你到底應該記住什麼？現在我們把整個否卦重新走一遍，你會發現它根本不是一個凶卦，它其實是在講一個壞局是怎麼形成的，又是怎麼打破的。初六，否剛開始，發現問題，守住原則，尋找通道。6二，否其漸盛，小人結黨，君子遠避，不宜濁流混雜。6三，否局加深，環境污濁，進退兩難，及時脫離錯誤環境。9四，轉機出現，開始建立規則，開始恢復秩序，同道之人重新聚集。9五，中直否亂，掌握主動，居中持正，越順越要警惕。上九，否運輕浮，長期困頓結束，先苦後甜，重新建立連接。否卦真正告訴我們的並不是算命。如果你把易經只當成我今天會不會發財呀，我今年能不能升職呀，這個人是不是我的貴人呀，那麼你看到的只是易經最表層的東西。真正深入以後，你會發現卦不是替你做決定，卦是在告訴你你現在處在什麼樣的事裡面。否卦不是告訴你命不好，它告訴你現在的氣不通。那麼你應該做什麼呢？不是抱怨，而是找出哪裡不通。事業不通看方向，財路不通看模式，關係不通看溝通，家庭不通看邊界，內心不通看執念。所以真正的斷卦不是只斷一個吉凶，而是看見問題，理解趨勢，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動，什麼時候應該守，什麼時候應該退，知道什麼時候應該重新鏈接。否卦最後真正落在人身上，
那麼否態的變化雖然有天時，但是能不能真正扭轉，最終依然落在人事。天時不會替你完成一切，環境不會自动替你解決問題。所謂否極泰來，也不是坐在那裡等好運，而是人在否中守正，人在轉機時行動，人在順境中自省，人在機會出現時與同道者合作，這樣才真正完成了從否到泰的轉換。最後把六爻變成6句話：初六否剛起，先知之，守真德，循同類。6-2小人勝，不爭之，遠濁流，守其正。6-3否以身，物自困，離無濁，重新來。9-4陽初起，秩序立，有規則才有轉機。9-5否將休，莫驕狂，常憂患，根基穩。上9否中輕，先苦後起，具同道，方能長泰。而如果再把整個否卦濃縮成一句話，那就是人生有否不可怕，可怕的是身處於否中而不知其否。真正讀易經的人，不是遇到困難就問哎呀什麼時候好運來，而是會問我現在為什麼不通，然後哪裡堵了就疏通哪裡，哪裡錯了就調整哪裡，該退的时候退，該守的时候守，该动的时候动，该合作的时候与同道之人一起动。這才是天地一否真正的智慧。天地不教謂之否，但天地之道從來不會永遠閉塞，所以否中則輕，先否後喜。而真正決定你能不能從否走到泰的，不只是天時，更重要的是你在最黑暗的時候有沒有守住自己，在轉機到來的時候有沒有看清方向，在重新獲得力量之後有沒有忘記敬畏。這才是易經留給一個人最深的提醒。低谷時不絕望，轉機時不狂妄，順境時不忘危，閉塞時不失正，通達時不忘本，如此才是真正的否極泰來。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發現事業可能越来越不順，錢越来越難賺，關係越來越冷，身邊的人越來越複雜，甚至開始懷疑哎呀是不是我的命出了問題，先別着急給自己下結論。易經的天地否告訴你，這可能只是你人生中的一個否不是永遠，而是一段气運，它有開始有發展，有極點，也一定有轉折。真正重要的是否來的時候你有沒有守住自己呀？否深的時候你有沒有及時離開？轉機出現的時候你有沒有看懂？重新得勢的時候你有沒有忘記危機？否運結束以後你有沒有找到那個真正的同道之人？所以低谷時不要絕望，轉機時不要着急，順境時不要狂妄，閉塞時不要失去正道，通達時不要忘記自己的根。因為易經真正想告訴你，從來不是你什麼時候走好運，而是當命運進入不同階段的时候，你應該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這才是天地否6爻真正的智慧。否中則輕，可長也，先否後喜。而所有真正的否極泰來，都從一個人守住自己的真開始。關注我，解讀更多易經智慧。